所以发球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我们业余球友无论在什么年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能够练好的，也是唯一一个技术不需要别人来跟我们互相配合、互相锻炼的，就是你自己枯燥了一点，在球台上不停的去练。当你的发球好了，给你的进攻制造出机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发球抢攻有条理了，接发球也敢接了。好，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大家就是每次跟大家教发球的时候，我都铺垫了很久，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发球。今天讲课的内容就是如何偷袭正手长，就是我们先说第一个，我们在发这种正手长球和反手长球的时候，我相信一个人的发球，他在站位上可能会有所不同。如果他发斜线的时候，他的站位多数是球台外边，好，这是一种。如果他要发直线的时候，他的站位可能会向前站，一个是稍微靠后一点，一个是稍微站前一点。很多人在发球的时候，斜直线的时候，他都有自己的站位的一个微小的变化，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我们球馆里的叔叔很多人都是一发斜线，一发直线，因为他怕他站在这个位置发不直，所以他可能会调整一下他的站位。你可以通过他的站位来判断他发的是斜线球呢还是直线球。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在发球的时候，我们想发好直线球，我们就不能站在球台外边太多。如果你离球台外太多的话，你会发现你这个球发不直，它还是接近于我们的反手位。我拿一个参照物啊，大家看，什么叫发不直？为什么这个奔球会比左侧旋球对于正手来说威胁更大呢？其实勾哥也有这一版这个奔球的一个杀伤力哈，是因为当对方来球以后，你看，就是以我是1.65米的身高，如果对方发到这儿，我单跨步直接就能击球。你看，我站在反手位，单跨步直接击球。所以说，左侧旋发过来球，你第一跳在这儿，第二跳很有可能就拐到这儿来了。那么它相对来对它的步伐要求不大。只要它能够破解我们的旋转，就会很好接。但是如果我们发的是奔球，我们走的是直线的话，我可以发到这儿。那他站在反手位，他单跨步这个点，对他来说能不能踩住这个点，能不能让自己的动作不变形，这就是一个考验。所以这个奔球呢，它占据的是什么？占据的是落点的优势，线路的清晰。线路直，所以对于你对手接发球的步伐有着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球是需要学会的，只有大家学会的基础上，对我们在发球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轻松自如哈。好，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直线球，第一点就是不要离我们的球台太远。虽然高手离球台很远，在边线外他也能发到直线球，但对于我们业余球友来说很难去掌握。因为我们业余球友能够有大把时间去练发球的时间真的是很少，可能一周我们只能打2、3次乒乓球，甚至1次乒乓球，所以我们尽量去找一些好的、有效的，在短期内能让我快速进步的一些方法。我个人觉得大家要在站位的时候，一定要稍稍的往前站一点离这个球台呢，不要在边线外，而是贴近我们的球台的位置。这样的话，我的出手，你看。在出手直线的时候，我会更容易瞄准我的发球击球点，这是第一点，击球点。第二个，这个球它的关键点就是你一定要做出从引拍到出球的假动作。大家看如果我发斜线的时候我是这样，发直线的时候我是这样，大家看，斜线直线，大家仔细观看。像这样的发球，这样的速度，那么对于你的对手来说就是没有威胁的，除非你的对手能力偏弱，他会接不上。正常来说，这样的球它特别的明显，对这样的球它的速度太明显了。所以我在发的时候，从我的引拍开始，你看我站位引拍，我是想发下旋球、侧旋球、正手球、反手球、长球、短球，这个引拍动作，它首先得保持一致。有些球友一发球的时候，一长球先架起来了，然后看一个长球出去了，一发短球马上动作缩得很小，来球之后碰一下，
哈，这是一个短球动作，这两个动作就是明显的人家从你的行为习惯上就已经能判断你发长还是短。我们在发球的时候，首先必须保证引拍的时候，无论是长短左右，我都是一样的引拍动作，甚至在我发这个左右的时候，在引拍它是看不出来的。你看。好，我为什么发的这个球比较有突然性？是因为我的这个看左侧旋和直线的这个球，大家仔细看我的引拍动作，它是一致的。啊，这是斜线，这个是直线，你看，它是一致的引拍动作。那如果说我们引拍动作斜线，然后直线，你看。你的对手马上就能看出你是一个直线的引拍动作，那么在你引拍的时候，你已经暴露了你的落点变化，那么小伙伴就会站在正手位准备上位去击球了。所以你得在你出手这一瞬间，就是你出手这一瞬间发生变化，这个能力是一定要练习的。只有在出手这一瞬间，你可以打一个时间差，让它反应慢，所以导致脚步慢，脚步慢导致动作变形。那如果你给它充足的时间，我告诉你，我要发你正手，你这板球发得再快，小伙伴也能接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发这个球的时候，按照你正常发球的引拍动作，你是喜欢往上引，那你就往上引，看发出去；你喜欢往后引，你就往后引发出去。上引、后引都可以，跟随着你的斜线动作来调你的直线引拍。让你的引拍动作保持一致，最少我得在我出球这一下，我才能看出变化。在引拍及动作轨迹的时候，还是看不出来。这样的话，你给他的反射时间就很少了。如果你给他的反应时间少，就是给你自己的发球制造出非常大的威胁。大家千万不要在动作上太过于纠结。我这个动作是要扬到多少度？然后出球的这个角度，入射角又是多少？大致上，你在最关键的这一瞬间接触球这一下，你能用上劲儿，这就是关键点。不是说咱们动作做得有多漂亮，发过去的球不转还是没用。你看这个发球发得好的，很多人的发球都是每个样子，真是千变万化的动作。所以说，大家不要去太纠结于动作。你这个引拍引到多少角度，你感觉你向上引往前发，这个速度快，那你就向上引；你感觉你向后引往前送的这个动作快，你就向后引。看，一个是向后，一个是向上。无论你是向上引的发得快，还是向后引发得快，都可以。只要你觉得你用上劲儿了，用上摩擦了，这个球它的引拍既是合理的。主要关键点就是你的引拍是为了让你在做动作这一瞬间，你的球发得更转和更快，不是为了让这个动作更好看。所以大家这个引拍这个关键点的时候就不用纠结了。下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从引拍到出球这一瞬间，大家仔细看我现在发一个反手底线侧上，还有我的正手底线的侧上，大家看，从瓶子这边发过去的，这两个关键点在于什么？我在引拍，看我的引拍及出球的时候，看我的身体，整个的身体是不是始终保持前倾下压的状态呢？看我的身体从引拍到出球这一瞬间，始终保持身体前倾下压的状态。那么我们在发短或者长，它都是一样的。短球，长球，它都是保持从引拍到出球的时候，这个腰腹它是收着的。这个腰腹不能在发的时候站直，然后再收。你看，不能有这样的动作。它始终保持抛球、引拍、出球，抛球、引拍、出球。这个腰腹始终是含着腰腹。你含住这个劲儿了，因为乒乓球这个动作它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它没有像网球这样，看，我可以很慢、很优雅的去打出这个动作。它没有这个反射的时间，它的动作都是1、2、3、4、5、6，都是这样的动作。
这么快的动作，我们让我们的身体开合开合，这个瞬间是很难的。好，我们是很难把握这个时间，所以从我们的引拍到出球这一瞬间，你得保持你身体的核心紧凑。啊，你的核心得紧凑，核心一旦散了，再想收紧，太难了。好，我觉得这一瞬间把握这个节奏点，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还没等收紧，球就已经出去了。所以建议大家呢，从引拍到出球的时候，核心就是我们腰腹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收腹就能保证核心紧凑，这块别松，别挺，别坐啊，这样发球或者是这样发球。都是发不转的，为什么？核心不紧凑，身体跟手没有合力，哈，所以关键点就是我们的核心先绷紧了。第二就是我的上半身。那么大家看，我在重心上面，通过我的一个上半身去压重心，哈，看，通过我的上半身去压弧线、压重心。我们不能在发的时候重心是往上挺的，或者是往前送的。好，你看这种重心就很难去把长球的弧线压下来，或短球的弧线压下来。我们在发短球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高，但是我通过我的手上加重心，你看弧线马上就能低下来。啊，所以我的上半身重心是要跟着我的出手。为什么你的重心要稳？你的重心向上，动作你看。他在出球的时候动的是这样的，离球台的台面太远，入射角太高。如果你低一点的话，你看你的动作再往上，你不可能顶到你自己的这个脖子的位置或胸前的位置，你肯定手随之而入射角而低。哈，你的重心高，手就高；你的重心低，手才能入射角低，你发过去的球才能想多低就多低，就跟我们打水漂一样。它肯定是越低，你发过去的球越平越转哈。你如果是这个角度过去的球，它就是又慢又高又砸过去的，啊，所以你这个角度，如果一旦高的话，小伙伴就找到了这个高点期，正反手甩你的这个时间，就给别人留出了一个最高的击球点。你的弧线低了，压下来了。啊，弧线低了，小伙伴一看弧线低了，你的侧上低，他按侧下的这个弧线来调整，是不是就是吃发球了？对，如果你按照你的这种入高的话，你的再转，你有一个高点期留给别人去摩擦的话，那么你的旋转，因为你的弧线，所以它也会削弱很多。大家在这个身体动作上，一定让你的身体跟手是同时压住弧线的。不只是手要压弧线，更多的是身体协助我们的手上把弧线发下来，越平越飘，啊，你发的弧线越低，给你的对手留出判断的难度就越大。如果你的弧线高，就像我说的，是给对手留出了充足的时间来进行这种，来进行进攻的哈。第二个是身体动作，核心收紧，保持含胸收腹，同时身体在出球这一瞬间。压重心哈，你看，长球、长球、短球，保持身体压重心。